今天给大家测评一个最近非常流行，于2019年底发布，这些年历经版本更新，于2021年底上线的疑似高科技产品——奥密克戎。那之前已经有科技圈的大佬开箱过了，那我虽然没有拿到首发，但是体验时间呢也不算太晚，所以就分享一下这10几天的经历，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那第0天刚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传播性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最早是在12月17日的早上，我爸给我发通知，他的抗原阳了。于是呢，我们就非常友好的把他请进了自己的房间，然后给全屋做了一个大的通风还有消毒。那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呢？那到了第1天，12月18日，这天的剧情发展的非常快。从我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感觉喉咙有一点点异物感，但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抗原还是阴性的。结果到了这一天的下午我们家里的所有人都进入了高烧状态。所以你看从天选之子到被打脸，只要4到5个小时。奥密克戎不仅仅是它的传播性，它的病程也是非常的快速。要说那天下午5点到10点是这次产品体验过程中最难受的一段时间，我的体温急速攀升到39度。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办法，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但是人呢是没有办法睡着，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跳的速度非常的快，感觉这个心脏要跳出来。那快到什么程度？快到我那天带了 Apple Watch，它直接显示这个运动量爆表了。那虽然我一动都没动，是这样，你还是只能卧床休息，然后就是不断的喝水一个热知识奥密克戎会把人变成烧水壶那天的感觉呢，就是不断的在喝热水，但是排出来的水更加的热。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是，你要保持周围的环境千万不能太热。那虽然发烧的时候容易怕冷，那一旦很热呢，这个心跳就会更加的快速。如果不注重散热的话，时间一长一定会损伤器官所以后面几个小时呢，我还用了像冰贴这种物理的手段去降温。那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睡着了，到了大半夜醒过来一看梅西已经拿世界杯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整个人也已经舒服了很多。量了一下体温，此时是38度2但是你们知道奥密克戎其实是个非常低调的产品。那即使这个时候我测出来的抗原还是阴性。那后面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案例，是有很多人在发烧的当天是测不出阳性的。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产品会让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那高烧第2天呢，还维持在了38度的高位不过人已经舒服很多。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抗原才成了阳性不过整体的病症还算比较轻。那我这次主要是集中在鼻咽部，没有太深入喉咙，所以说我是没有吞刀片的这种感觉。看来这次的体验呢，并不是特别的深入。那等到下次有机会呢，也不体验了。不过从那天开始呢，我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症状，就是味觉丧失，尤其是酸味。那就算到了今天呢，都还没有完全恢复。那虽然这个不是柠檬，但是你也差不多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在体验奥密克戎这款产品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因为味觉很有可能是身体给你的一种提示。像我是对酸味无感，所以那段时间呢，可以大量补充含有维 C 的水果。此外，我对咸味的敏感度也下降。那这个很有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我要多摄入盐分，也就是电解质。但对于我这个个人来说呢，整体的食欲没有受太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有很多段子说自己感染的是奥密克戎的干饭猪。毕竟之前发烧到了那么高的温度，无论是你的新陈代谢还是你的能量消耗，一定会大大的增加。到晚上呢，我的体温还是维持在了38.8度的高位。那我是比较担心这个发烧的整体流程太长了，于是呢就吃了一粒退烧药。那我的退烧药是安麻美允片不是特别猛烈的一种。吃完之后呢，稍微出了点汗，然后我就睡着了第3天，那从这天开始呢，我的高烧终于退了。那后面也再没来过。那睡醒量了一下体温是37度4但是奥密克戎另外一个产品的特性又让我体验到了，我感觉浑身上下被人打了一顿的一样。那从后背到腰一直到屁股这边非常的疼，那十分让人怀疑你是不是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被人干了什么。那后面在网上也看了相关的知识，那确实在高烧之后呢，你的身体会有大量的乳酸堆积，那所以说也不是真正的酸疼，就继续躺在床上喝水休息。并且从那天开始，我呼吸到了很多分泌物，比如说痰鼻涕就开始增多了不过这也是一个好的信号，那说明你身体里免疫力的一些大规模的战斗呢，基本上已经结束了，整个呼吸道呢开始慢慢打扫战场。到了第4天呢，我的体温还是在37度4那直到第5天，我的低烧才完全退下去。但后面像感冒一样的鼻塞、咳嗽之类的症状呢，还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抗原还是阳性。我是一直等到了第10天才完全测不出阳性。那今天呢，已经是我得奥密克戎的第12天了。说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身体恢复状态。那我现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那我想说呢，我体验下来奥密克戎的特点是病程非常的快但是这个产品它的售后是非常足的。那我虽然已经完全阴性了，但这几天的症状一样都没有落下。那除了味觉不灵敏之外呢，这2天还特别容易疲劳，但这2天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运动，一运动就会头晕，而且在工作当中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一集中注意力呢，你的心跳就会跳得特别快。所以说网络上流传的会演变成病毒性心肌炎，那我亲身体验，如果你不注意休息的话是有可能的。那此外呢，这几天还特别的嗜睡。那前几天无论是晚上10点还是2点睡，那第2天早上都是12点钟才醒过来，而且是自然醒。那此外就是肠胃不适，那我这2天没有办法吃特别油腻的东西。那具体的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呢？我由于还没有经过一个比较完整的体验，也比较难说。
那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呢，我会继续观察。那总结一下啊，我觉得奥米克戎这个产品绝对不是大号感冒这么简单。那相信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那其实我平时运动还是比较多的，身体也不差。但即使是这样呢，这次也是我这几年病得最厉害的一次。尤其是这个病后啊，对于身体的持续影响，我是很多年都没有见到过。那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这几天如果有机会打疫苗的话呢，也赶紧去打一下吧，尤其是老人和小孩。那我相信这2天一定有各种各样的谣言进大家的什么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种群啊，阳了不能洗澡啊，阳了要像坐月子一样养活。那这些天里呢，我就只有一条原则，就是充分相信自己身体的信号。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身体面对这些疾病的一种应对方式。所以累了就多睡觉，饿了你就多吃。那觉得自己不干净了就赶紧去洗澡，也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那相信大部分人呢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免疫力去扛过这一关的。OK， 那这些就是这期差不多全部内容了。那这期就不问大家1咬3连了。那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如果有跟我一样已经体验奥密克戎的话，也祝早日康复。那就下次再见了，拜拜。